师哥，你当时为什么想到来河城开诊所啊？那你为什么会调来河城？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你不愿意原谅李明，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曾经是我们的好朋友啊。来，我们干杯，庆祝你们毕业啊！干杯，毕业大吉！谢谢了。哎呦，子晴，哎，你毕业了以后，真的要当法医吗？对呀，我呀，还是希望可以替死者找出真相。行了吧你，我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哎，你怎么就那么喜欢跟死人打交道呢？像我这样不好吗？边考研，边搞科研。哎，我跟你们说啊，江城医大最近在研制一种新药，如果研制成功了，不知道能拯救多少人的命呢。你们啊，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来，为了理想，来，为了理想，为理想干杯！干杯！干杯！朋友，他如果当我们是朋友，那就不会做出那样的事。人啊，都会变的。他会变，你会变，我也会变。他只不过忘记了当初要救人的理想，走上了一条不归的路。但那是他的选择，不是我们的错，对吗？可他害死了小飞。你知道我做心理医生这么久，最害怕碰到什么样的病人？就是明明知道自己不肯醒来，但是执着着不愿意相信的那种。喂，头发，行，我知道了。这样你们先送去做那个 DNA 检测。好，团队，检验科说在桌铺捡到几根长头发，我怀疑是失踪那个小女孩的，已经让他们送去做 DNA 检测了。好。喂，有什么新线索啊？喂，韩队，老万刚才去走访了山东附近的村民，说是当年有一个没有登记的野剧组曾经在那拍过戏，这些蛛网还有蚕蛹以及那些人物都是没有带走的道具。我们已经核实过了，确实有这么回事。剧组的美术已经把图片发过来了。照片。好。齐法医，剧组发过来的照片。很棒，剧组本来用的是普通的蜘蛛网，但是凶手却改成了漏斗中独特的漏斗状蜘蛛网。这个叫做漏斗蛛。剧毒无比，一个成年人被咬，15分钟之内就会死亡。漏斗蛛是目前已知的3万多种蜘蛛当中毒性最强的一种，
我推测，凶手应该是在模仿漏斗珠，不是杀人。你有什么依据啊？朱队，你把视频打开，我来告诉你。你看这里，这两个针孔是平行的，针孔附近的皮肤组织都已经受到了损坏，这应该是被注射了生物神经毒素之后留下的痕迹。还有这里，这两个窗口，从口径来分析，应该是用 PVC 管一类的管状物体刺入体内所造成的。死者的内脏有被强盐酸溶解过的迹象，应该就是通过这两个创口注入到死者体内的。这种手法就是在模仿蜘蛛用口器扎入猎物体内，分泌消化酶，消化猎物内脏的进食方式。只不过凶手用强盐酸代替了消化酶。所以是因为凶手模仿蜘蛛捕食猎物，才会用保鲜膜裹了尸体。用保鲜膜和酒精包裹尸体，可以隔绝空气，起到防腐的作用。虽然凶手是在模仿蜘蛛杀人，但是真正的死因并不是这些，而是在这里。你看到耳朵后面的针孔了吗？我在医科大学上解剖课的时候，学校为了让实验用的兔子死得没有那么痛苦，往往都会在它们的耳朵后面打空气针，造成静脉空栓。而这种手法对人也同样适用。凶手为什么这么做？人都已经杀了，为什么多此一举？蜘蛛毒和强盐酸还不够吗？从血液凝固的情况来看，凶手应该是先注入了神经毒素，但是死者并未死亡，所以他才又打了空气针。懂这种事的，应该有医学背景吧？目前一切都还只是推测，具体的还是要等毒理鉴定结果出来之后，才可以判断究竟是不是漏斗珠的毒素。现在那个女孩还在凶手手里，我们必须得找到她。安顿，这有线索。在昨天晚上的8点17分，报警平台接到了北山猪肉铺的报案。附近民警赶到的时候，报案人黄浩，也就是猪肉铺的老板，已经死亡，凶手和疑似被绑架的女性消失。我们在附近的山洞里发现了一具女性的尸体，也就是残检里的死者。死者腹部有明显刀伤，深达子宫，造成子宫严重破损，疑似有仇视女性的倾向。死者的腹部上面还有一道死后留下的伤口，长大约20公分。另外，从死亡时间上看，死者跟被绑之人应该不是同一个人。这是我们在北山山洞里找到的这节绳索。根据鉴定科的同事报告，这节绳索上面的 DNA 并不属于我们在残检里面找到的那名死者。同时，你们看这节绳索的断面很新，在旁边的石头上我们也发现了这节绳索的纤维，所以极有可能是凶手将人囚禁在了山洞里，而受害者用石头磨掉了绳索，自己逃到了猪肉铺去求救。但是不幸的是，被凶手发现了，所以凶手就追到了猪肉铺，杀掉了猪肉铺的老板，同时带走了受害者。综合以上得到这些线索，这名被掳走的女性很有可能还在凶手手里。这名死者的身份已经确认了，她叫叶莹莹，今年25岁，是一个营销公司的公关。在8月1号的时候，她的家属报告失踪。她已经失踪快1个月了。对。这段时间有接到过勒索电话吗？没有接到过任何电话。其他分局的同事也去查过叶莹莹的住处，没有发现任何钱财被盗或者被绑架的痕迹。其实他们也一直在调查这起失踪案，只不过是被我们先找到了尸体。跟他们打声招呼。这起案子现在由属地管辖，我们负责侦办。好，人偶有什么线索吗？人偶里的内脏已经确定是牛的淋巴、肺以及肠道，目前正在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凶手很有可能有医学相关的背景。凶手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心思缜密，追求仪式感，有一定的心理问题。那些人偶应该是他的练习作品。
练习？你是说拿活人练习蜘蛛捕猎那套？这是典型的反社会人格。那个宋亮审了吗？审了，他一直说他没有杀人，只是偷东西。监控视频，我们也根据了齐法医的解剖结果和现场勘查的技术比对，也证实了他确实没有杀人的嫌疑。没错，我们对比了现场所有的脚印，可以证实宋亮还没有离开过2楼。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除了2名受害人，其他线索几乎为零。从案发到现在已经19个小时了，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定受害人是否还活着。我们发现死者的时候，手脚都是被捆绑住的，凶手应该先囚禁了死者一段时间，才下的杀手。还有机会。自然界中的生物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行为模式。如果凶手真的是在模仿蜘蛛杀人，那么他的囚禁行为以及犯案周期也应该有固定的模式。小心。这是我们在山洞当中找到的日历，8月1号这天做了标记，而8月1号正好是叶莹莹家属报案的时间。下一个标记的时间是在8月14号，中间正好相隔13天，正好符合我尸检之后得到的叶莹莹的死亡时间。如果圈代表绑架，叉代表杀人，那他8月17号又绑架了一个人，下一个杀人时间会是8月30号。如果你推断的没错的话，那我们剩下不到3天时间。我们不管想什么办法，必须要把他救出来。小李，你负责把案发现场周边能找到的监控视频都找出来，不管是店里的、周边公路上的，只要有经过的汽车，只要有行车记录仪的，全部想办法调出。还有，受害者从山洞里逃出来的路上也要被拍到，找到他，必须知道他是谁。老万，你再去现场，看看有没有更多当晚的目击者，把能问的都问了。山洞周边的居住点也不要放过，凶手在那里囚禁人这么久，这1、2个月有什么奇怪的地方，都要问到。叶莹她平时上班状态怎么样？小苏，你去调查调查叶莹莹公司的同事跟家人，看看之前有没有什么遗漏。有什么爱好吗？比较爱打扮、爱美，好像经常做医美。资料，那边肉铺比较偏僻，附近5里之外都没有监控，天黑之后就没有车经过了，所以交警那边也没有任何线索。喂，小苏，什么情况？维汉队，我现在叶莹的公司，她同事说她没有男朋友，平时也比较喜欢爱打扮，喜欢做医美。我看之前齐法医的报告里有标出叶莹莹的下颚有微小的针孔印，会不会是做过医美的痕迹？医美。那些人殴你的内脏鉴定结果出来了，确认是病牛的内脏，疑似是牛结合并。行，我知道了。团结路派出所来电话，有人报失踪，根据他们的描述，很符合咱们失踪案的受害人。我去一趟，朱队，你跟齐法医跟进一下。好，走，齐法医。
你女儿什么时候联系不上的？一直都有微信联系，她还给我们发语音，给我们打电话。但是最近这1个多月，她只打字，我们给她打电话，她也从来不接。前几天她爸过生日，她都没回家，我们觉得奇怪呀，就到合成来看看。这10天前呢，我们还微信联系过，说要来看她，她还说好呢。微信记录吗？啊，你看，结果我们去他家也没有人，屋子里都落了一层的灰。我们去他上班的医院找他，才知道他已经离职1个多月了。你们到合成来，他联系过你们吗？我们来了1个礼拜了，结果根本就没找到他，我们就来报警了。1个礼拜？对。生物研究学院那边现在已经排除了，附近的大学里只有这个农业大学正在做牛结核的相关研究。省里已经很久没有爆发过牛结核病了，这一例可能只是个案。还有那些内脏，虽然已经被盐酸腐蚀得很严重，但还是可以看出有手术刀处理过的痕迹。牛结核病通过空气飞沫、尘埃传染，其主要感染呼吸道，其次是消化道。1个半月前，系里确实做了有关牛结核病的实验，但是我们的样本做完实验后都无害化处理了，不可能流传到外边去。那会不会有学生偷偷带出去呢？不可能。王教授，这是组织切片，麻烦您根据组织切片帮我们确认这型的结核杆菌是不是与你们实验所用的相同。还有参与这个实验的所有人员名单，也麻烦您给我们提供一下。你们的意思是怀疑这事儿跟学校有关？王教授，您知道学校里有没有人养蜘蛛？你女儿怕蜘蛛吗？蜘蛛？啊，蜘蛛。小七小时候最怕蜘蛛了，家里面有个小蜘蛛，她见了以后几天都不敢回屋休息的。这个问题跟我们小七失踪有关系吗？没有，没什么。行，我们问的差不多了，有什么消息通知你们。2位，请跟我去补充一下笔录。哎，这时间要得很长吗？小七的朋友还在下面等我们呢。朋友？哦，对了，是这样的，我们去小七家的时候呢，碰到了他，他非常热情的送我们过来的。问局长啊，你最近是不是跟新来的小子有点近啊？是咋了？离远点，我烦他。一天天无组织无纪律，独来独往的。他那么不羁放纵爱自由的，怎么不在他们那个禁毒待着，跑到新的那搅和什么呀？万哥，人韩队刚从禁毒转过来，而且这人做过卧底，肯定不像咱们这样同进同出的，可以理解。理解个屁呀！你万哥我在刑警队干多少年了？这当年小柱刚来队的时候，那还孩子呢。你这怎么他一来就空降就当队长了？你论能力、论资历、论头脑，哪点比得上那小柱啊？是不是？行了啊，老万，可别扯上我。各单位请注意，788夜店发生杀人事件，请福建警力迅速展开支援。完毕。联系韩队。快点！小心台阶！哎，里边不能再进了。警察，哎，人呢？人还在里边，但是组织在哪呢？谢谢。过来！人呢？去那边了。
走开！为什么不放过我？朋友，你下来，你下来，那儿危险！哎，下来，来，有什么话好好说。我怎么在这里？哎，对，过来，来，是我，你朋友，来，你过来，对，过来，慢慢过来，哎，有什么话你跟我说，过来，这儿安全。上面发生了砍人事件，现在我们正在实施疏散人群。这边，来，都往这边来。韩队，来，你救救我！是的，求求你不要放手，我不想死。我走哪儿？放开我！放开我！大夫！大夫！你没事吧？大夫，人没事吧？昏迷了，但还有呼吸。老万，现在什么情况？人昏迷着，但还有呼吸，现在送医院抢救。上面什么情况？哎，韩队长，伤好了，挂彩了啊，抓了个持刀抢劫的。小张，先带你去。他塞烂牙冻疮，没几年下不来啊。不愧是缉毒出身的。身上的伤都好了，已经没问题了。那现在正好有案子，你可以马上进入。好。哎，我问一下啊，这次回来有没有什么其他原因？想换一个新环境。行，那就好好干。是。高老师，白局说咱们法医室的新主任今天就来，应该快到了吧？你好。你好，我是法医室新到的主任齐司哲。你好，我是法医高原。齐主任好，我是实习法医邱兰子。
昨天晚上788夜店那名坠楼人员的血液样本，咱们法医室有吗？刚送到，可以带我去看看吗？可以啊，走吧。这边。李一奇，32岁，历城人，之前因为吸毒被惩戒过，3个月之前刚刚来到鹤城。我们走访了昨晚上夜店的那些目击证人，他们都不认识他，也并不知道他当时为什么行凶。初步判断为这个随机行凶，具体情况只能等人醒了再审一审。小西，把楼梯间到顶楼的监控调出来。好。他在干什么呀？疯了吗？这是？他是看到什么东西了吗？这神叨叨的，就是自言自语，这典型的喝大了症状。小七，放下我刚传你的视频。这个是李一奇在行凶前30分钟左右的状态。他们是在做什么交易吗？好，停。这个人是我之前在边南缉毒的时候抓的毒贩，叫江飞。高原，血样给我吧，我来做。好。韩队，我能问一下你的那些视频来源吗？不能。我来3个月，也认识了不少人。是啊，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对，我们都是好。你怎么来了？你是驻队吧？我是合成市公安局新到任的法医室主任，我叫齐思哲。你好，我叫朱新月，很早就听说过你。李一奇的血液成分还需要进行对比，请你稍后。好，那我待会来找你。辛苦了，齐法医。对，我去查了王强的关系网，他可能认识你要找的那个江飞。走。警察同志，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就是个吸毒的，这也不是第一次了，该怎么着怎么着。你是不是还是这个态度？海洛因、K 粉、冰毒、麻古。警官，那些我哪买得起啊？我平时就是搞点燃料，解瘾。什么是燃料？大麻，这些都搞不起，所以就持械伤人、抢劫。不，警官，我那些不都是为了那口吗？平时没钱了我才去那啥的。认识这个人吗？他贩毒，你呢？你也参与了吧？你们是不是一起的？一起贩毒多久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只吸毒，不贩毒。这个家伙，江飞这个家伙卖什么货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江飞他卖的货我从来都不参与的，真的，警官。你怎么知道他叫江飞？他住哪儿？齐主任，李一奇的毒检报告出来了，在列的药物、毒品清单都验过了，李一奇体内都是未检出。原钻呢？原钻验了吗？哦，原钻这儿。原钻前几年被列为重大查缉项目，也在对比范围内，但结论是未检出。
席主任，您认为李一奇吸食的毒品是原钻，但那个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听说首犯都被击毙了。药检结果出来了，是阳性。谢谢啊。对了，周律师，我有件事想请教你一下。什么事啊？我想问一下，您知道有哪些药品会导致人有致幻的反应吗？是个毒贩。啊，我们还在调查。你听说过一种毒品叫原钻吗？原钻，听过。听说前几年我们局里花了很大的力气，才让它从市面上消除。这个原钻对大脑的损伤极大，它能够引发严重的致幻伤人行为。我以前验过许多死者，都是死于它。印象里面最后一桩是一个16岁的少女，因为吸食原钻造成脑损伤，变成了植物人。原钻算是我这些年接触下来危害最大的致幻类毒品。江飞就住这儿，小心点，毒贩都不要命的。江飞这个家伙狡兔三窟的，他具体在哪个窟，得你们自己一个一个去找。哎，李一奇体内并没有验出已知的毒品，看来现在只能找到江飞，才能知道他跟这个案子有没有关系。江飞已经找到了。
韩队，痕检组采集到了很多残缺、无序的指纹，初步推测大部分都是日常生活痕迹，资料都在这了。 主任，浴室在这边。谢主任，情况怎么样？手脚处的皮肤有褶皱，应该是泡水的缘故。不过因为有浴缸在，所以底部有积水也正常。 而且我检查过了全身，并没有明显的外伤伤口。徐法医，没有外伤可以判断死亡原因吗？我的初步判断是严重醉酒，加上上6轮样反应，引发呼吸抑制、惊厥、心功能失常，并且可能伴有休克。 引发急性心力衰竭而死。说白了就是头孢配酒，说走就走。所以这应该是意外死亡。目前看是，不过具体的死因还要解剖了之后才能知道。高远，安排把尸体送回局里，我来解剖。好。 徐思哲，你特意调过来，到底什么目的？那你呢，韩芳？你做了这么多年禁毒警，突然跑来做刑侦，你又有什么目的？ 江飞有可能不止一个住处，老万，不然你再去昆都问一下，有没有其他人见过他。行，那我换件衣服就去。小西，江飞这几天的行踪都要查，尤其是这2天，有消息通知我。好。赵医生，毒理检测这一块，还是拜托您了。托齐主任的福，以后我的工作量就会大大减少，也不用经常过来熬夜了。谢谢你，辛苦了。那我先去整理毒品采样。齐主任，我先去准备存放尸体的冰柜，顺道填一下这个尸检报告。尸检报告我来填吧，你存放尸体。好。齐主任。 我留下来拍照记录，尸体我一会儿送过去。好。韩队，你查江飞是因为李一奇，还是因为他是毒贩？我之前在边南缉毒的时候，他就在贩毒，一次抓捕中被他跑了，他现在还在贩毒，我想清楚抓住他。我总觉得他和李一奇的案件有关。但你应该知道，如果江飞真的意外死亡，即便他贩毒，这个案子跟我们刑侦也没有关系。这个笔记本就必须交给禁毒大队那边。行，我知道。
江飞的事情结束了。啊，韩队，江飞的尸体怎么样？有什么发现？没什么发现。那韩队，我下班了，我就先走了。韩队，你碰到过自己身边的人跟在办案件有关的事吗？我是警察，不管调查的是谁，我都会做好我的工作。你刚才和谁一起在工作？哦，有什么你就说。没有，没什么。那我先走了，韩队。尸检报告不是一直高远在做吗？说话。这里是法医室，我是法医室主任。尸检报告由我来写有问题吗？齐思哲，你瞒得过别人，瞒不过我。你调过来的动机到底是什么？那你呢，韩风？喂，朱队，监控视频有发现，您快过来看一眼。好，我马上过去。韩队，监控视频有发现，我们过去看一眼。喂，朱队，你在哪儿呢？我有件事儿想跟你说，有关江飞尸体的。好，10分钟之后，我跟韩队去法医办公室找你。哦，好。朱队，韩队，我在江飞家附近发现一个可疑人物，这个黑衣人一直尾随江飞，直到他家楼下，同时也查了李一奇伤人那天夜店的监控，发现那个可疑人物也在那儿。放一下。辉哥，放夜店监控。能看清脸吗？给我点时间。不好意思啊，实在不好意思啊，齐主任，不好意思，我没看到你那个，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去忙了。柯兰子，秋兰子，秋兰子，兰子，兰子，死了。韩队。你碰到过自己身边的人跟在办案件有关的事吗？尸检报告由我来写有问题吗？你特意调过来，到底什么目的？
韩风，你想怎么样？你涉嫌谋杀秋兰子，跟我回去。局发生命案，前所未闻。我们必须以尽快的速度破案，给各界一个交代。起死者是我们自己的同事，你们现在有指向性的线索吗？如果没有，不可以随便怀疑一个人。我们在江飞家附近还有788的夜店监控里，都发现了齐法医曾经出现在案发现场。还有呢？秋兰子死前曾经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喂，朱队，你在哪儿呢？我有件事儿想跟你说，有关江飞尸体的。刚才我们调阅局里的监控显示，秋兰子最后一个见到的人就是起死者。阿梦，你的判断？我认同朱队的判断。秋兰子死前我见过她，感觉她心神不宁。韩队，你碰到过自己身边的人跟在办案件有关的事吗？有什么你就说。没有，没什么。你觉得这和起死者有关？如果李一奇和江飞的案件与起死者有关，那秋兰子在江飞的尸体上发现了什么，才能让起死者有可能动手？我们必须用法律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放心吧，白局，我们会用证据说话。